台北家福在民国54年成立，到今年其实已经60岁了。那这60年来，其实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段的历史。在那过程当中，其实社工也不是大家那么能够认识的一个身份。那所以台北家福要在这边去慢慢的扎根，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那家庭的需要其实真的社工非常非常的清楚。那看着小朋友拿到那个书包背起来那种高兴的样子，其实对我们俩都是一个很幸福的画面。社工的第2份薪水是无形的薪水，你看着小孩因着你的服务而有所改变，这一份薪水真的是别人没有办法体会的，无价的，就只是一个短暂的对话。可是他记得你，他说主任，我就是那个当时候的谁，没有人能够理解，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很幸福，很满足。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我如果有机会，我如果有能力，我应该也可以成为那个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当他们回来，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第一次到家福其实是很陌生的哦，这个地方要干嘛？但是后来遇到家福老师，其实都还蛮和蔼的哦，然后后来慢慢卸下了心防这样子。透过这些活动的参与，其实让我有机会看看不同的世界啦，然后也看到很多的一些大哥姐的志工，然后带着我们一起学习成长。那我觉得对我的性格的养成啦，之后在教育界的付出也有很大的帮助。从小得志于仁者太多，当有能力的时候需要出诸于己。我现在在养第2个小孩，对，看到一个孩子，他从念书到后来工作也能够自立，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循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说有机会跟我的认养人见面，现在在这一次的表扬大会，有机会让我去见到我的这个认养人何阿姨，她特别以张德培的故事来勉励我，然后也希望就是将来能够回馈社会。亲生苹果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对孩子来讲就觉得哇，好好吃的苹果这样子，所以我们那一天其实也把它融入我们的课程里面，简单吃，营养就够了。所以家长都会常常说，我好像没办法做很棒的料理。我们觉得料理不是要很棒，料理应该是可以全家一起创作，全家可以一起去思考，我们想吃什么，我们想怎么吃。最简单的，只要把苹果切片，拌一点美乃滋或拌一点其他的水果拌在一块，就非常棒。我们要传给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用很复杂。可是里面如果有你们互动的过程，它就是一种幸福跟爱。其实画画是一个最容易表达孩子的想法的一件事情。小朋友来可以帮我们代言一下，到底家福在他们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吗？所以我们把这一幅画其实就是让孩子们一起来创作，不要我们来定义60是什么，我们的价值其实在于孩子心目中对于我们的定义是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价值。我觉得家福的价值就是在此，我们希望给孩子是一种幸福感，一种很有家的感觉。借由家福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们也跟很多善心人士来帮忙。那我也知道很多民众长期都捐助我们的家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正向的力量，不管对我或对我们的社会都非常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家福带给我所有活动当中最深的体验，这样子。我们这段时间很多的社工老师，还有很多的善心人士，其他的扶幼委员会，我们当然也都非常感谢。仰赖大家的帮忙，一起共同努力，才能够让我们能够顺利推展所有的社会服务，让我们的案家、家庭、小朋友能够在比较好的环境，然后面对所有的社会的挑战。这样的正向力量，如果能够透过我们家福的运作当中，透过我们社工老师的努力，把它一直传承下来，我相信未来台湾的社会一定会更精彩，就不会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大家都能够用快乐，尤其小朋友能够快乐的心情度过他所有的人生的每一刻，这是我觉得家福带给我最大的感动的地方。在整个过往60年过程当中，所有的主任们，他们带领着同工，一起在每一个阶段，随时都在为不同的议题在破关，用我们的敏感度去发现家庭的需要帮忙的、想要帮忙的人，还有家福3个团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最好的效应，让所有需要被帮助的人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我才请我的同工们要邀请他的家人来参加我们这个板凳，因为他们会更认识原来我的妈妈
我的老婆、我的先生，他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原来他们的工作是这么有价值的。所有曾经跟家谱接触过的人，我们都希望你们跟我们绑得紧紧的，所以我们就直接称呼他们为爱的条卡，告诉他们要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而这60岁生日不是为了台北家谱，而是为了在这60年当中，所有曾经陪我们走过的人，你们都值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都是一份子，因为有大家一起，我们才能够走过这60年。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庆生过程当中，你们更认识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自己继续携手，再走第61年，甚至第2个甲子。谢谢自己在这个地方坚持，谢谢我的家人给我很多的支持，我才能够很全心全意在这边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很谢谢我们的家人，我谢谢我所有工作团队的家人，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的同工才能够在这边很尽情的发挥，贡献他们自己的心力。